苏超到底是动了谁的蛋糕？没想到啊，这爆火的苏超现在居然也成为了众矢之的。前有专业解说锐评啊，说这苏超球员不管是体能、技术还是战术，跟职业球员差远了。后有前国脚不屑一顾地说，就算让苏超第一来，也不是国足的对手。切，你是不是很奇怪啊？不管是最早的村超还是现在的苏超，为什么每次草根狂欢的时候，总会有一盆冷水泼下呢？在我看来啊，所有矛盾的背后都是经济算盘。因为这次苏超的爆火，直接动了2大块蛋糕，哪2块？首先第一块，赞助商。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，商业价值多高，大家心里有数吧？你看苏超，从举办到现在短短1个月，赞助商就从最早的6家到了现在的26家，是中超联赛的2倍。赞助费也从开始的1、2万一路飙升到现在的300万。从最早的江苏银行、东北烧烤，到现在的京东、小米、肯德基纷纷下场，甚至连喜力啤酒都来了。要知道这喜力之前绑定的都是欧冠、世界杯这样的国际赛事，赞助中国区域的足球联赛，这还是头一次啊！这待遇中超都没有过呀。那眼看这些原本属于中超的赞助纷纷转向了苏超，那你说人家能不着急，能不酸吗？而这第2块正是国足的职业球员们。苏超这回啊，算是一把扯下了国足最后的遮羞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同样是中国足球，大家这次宁愿去看业余的苏超，都不爱看职业的国足了呢？一句话，苏超让足球真正回归了本质。网友们不都喊着一句话吗？我去过一个地方叫江苏，那里的足球很纯粹。苏超的技术啊，可能是很糙啊，战术素养也不够，但难道这些大家心里不清楚吗？我要是真想看竞技水平高的，我选择太多了，国外5大联赛哪个不高？而大家更看重的就是苏超的体育精神、拼搏精神，输球不输人。你看那常州都5连败了，从常州一路输到吊州、荆州，到现在的川队，把比划都快输没了，但并不妨碍大家继续支持啊。因为大家看到了常州球员真的是拿命在拼，必须战斗，没有关系，你们只要一场拼，我们就永远跟着你们战斗到每一个地方。在和南京的比赛中，常州队的前锋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依然冒着大雨拼到最后，直到被担架抬下场，都要为球队创造一次得分机会。还有盐城队的球员，人家白天踢苏超，晚上继续海底捞扯面。反观我们国足职业队呢，一边吃着海参一边训练，还抱怨着职业球员薪资太低了，顶薪只有500万，再降就没人踢球了。而事实是什么？你不踢，有的是人踢啊。这次苏超500多名的球员里，65%都是有本职工作的。你像快递员、外卖小哥、体育老师，干啥都有。你看，一边是拿着高薪踢养生足球，输了0-7，一边呢是拿着几百块的奖金，在暴雨中为城市荣誉拼到腿抽筋。这些种种，球迷们可都看在眼里啊！大家别忘了，我们或许没有最好的足球队，但我们有着全世界最好的球迷。曾几何时啊，国足就算输日本、输韩国，都有球迷掌声不离不弃，因为至少我们拼了。而现在这种精神几乎看不到了，球场散步，比分落后也不去抢，输越南、输泰国，再下去就没人可输了。球迷一次次的期待，只换来了一次次的失望啊！而苏超呢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的激情。就像一位老球迷说的，苏超可能不是完美的，但它至少让我们看到，没有资本裹挟的足球，它有多纯粹。撒回。